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浮屠缘差评一片，王鹤棣演技如何？观众给出了最真实的答案。文学 IP 让古装市场回暖后，这一势头一直保持得非常强劲，尤其在2022年，这种趋势越发明显。从今年上线后就实现大爆的作品来看，无论是《苍兰诀》、《梦华录》还是《星汉灿烂》，不仅有广阔的市场空间，还有范围较大的受众群体。制作方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，对文学 IP 进行疯狂输出，同时在减量提质的政策引导下，不断提升作品的质量以及演员阵容的选择，孵化出的作品往往都能轻松火爆，拥有极好的收视成绩。古装剧受到大众的欢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剧中出现的东方美学元素。目前观众的审美不断提高，看过了太多的古装作品后也变得挑剔，如果一部古装剧中的东方美学元素发挥出足够的极致水平，也是成功的打造。就像前段时间热播的《卿卿日常》，观众看的不仅是节奏轻快带着诸多喜剧元素的剧情，还要看演员的服化道，看其中出现的美学元素。不意外，该剧凭借独特的美学设计赢得了诸多称赞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高收视。在年终之际，观众又等到了一部古装，那就是《浮屠缘》。该剧早已经是未播先热，刚杀青开始就受到不小关注，等于等到了上线播出。尤其是出现在年终档时，自然会有更大的热度。没想到的是，《浮屠缘》在开播后差评一片，口碑出现两极分化。作为主演之一的王鹤棣备受争议，他的演技到底如何？其实，观众在评价中已经给出了最真实的答案。第一，权谋加宫斗，故事吸引力太小。在《浮屠缘》没有正式开播之前，这部剧并不被看好，如果不是因为男主王鹤棣的大火，也无法达成未播先热的效果，更不可能直接带动高收视。这部剧讲述的是大叶封建王朝时期，萧铎用假的身份入宫为弟弟复仇，这期间忍辱负重，只为了找寻杀害亲人的真凶。萧铎遇到了被迫入宫成为小才人的步阴楼，两个人虽然身份差距大，但走到一起后敢于向命运抗争，最终历经生死难关。从故事内容不难看出，这部剧是典型的权谋加宫斗的类型，并不新鲜，在古装剧中已经有过数不清的案例。不过，这些元素也是观众比较喜欢看的内容，尤其是宫斗，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有着数不清的槽点和转折，能吊起胃口。比如在开篇的剧集中，节奏还算是比较轻快的，上来就是非常明确的宫斗和权谋，老皇帝驾崩，新皇帝尚且年幼，还有不少人盯着王位，这也直接拉开了权谋的大幕。接下来就是更为详细的叙述。在宫斗的戏码上，《浮屠缘》讲述的也比较清楚，皇太后想置老皇帝宠信的妃子于死地，开始想方设法的迫害，并把妃子的儿子据为己有，这是典型的宫斗场面，也是全剧开篇的一个故事线。这种呈现方式很直接，没有注水，还可以接受。只不过观众在看了几集之后给出了很多的差评，问题出在哪？从评价中不难看出，观众认为剧情不够紧凑，拼接的地方过多，而且画面质感一般，给人的感觉这不是现在拍出来的作品。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大，精彩的部分还得看主演。第二，王鹤棣演技在线，陈钰琪很惊艳。浮屠缘在演员阵容的打造上确实是很幸运了，选择王鹤棣担纲男主之前，他并不是如今的新晋顶流，而是凭苍兰诀才被更多人熟知，由此带火了这部剧。看了几集之后发现，王鹤棣演技是在线的，而且再次在剧中塑造的萧铎完全没有东方青苍的影子，是一次全新的突破。
这也是很多观众评价的依据。王鹤棣的五官鲜明，很适合萧铎这种全换角色的设定，而且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气，正是角色的鲜明特征。在剧中很多小的细节来看，王鹤棣的演技并不是完美的，但是值得肯定的。他在诠释萧铎的时候很用心，完全把自己带入其中，让观众看不到刻意的表演痕迹。尤其是经过了东方青苍这个角色之后，观众自然会更挑剔，现在觉得他演得好，那就是有功底在的。女主陈钰琪，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，被形容太木，完全没有灵动性。但在浮屠缘中，她的突破不是一星半点，饰演的布阴楼很有灵气，也有很多古怪、俏皮的地方，这就是剧中人物的设定，贴合度还是比较高的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陈钰琪的演技已经愈发自然，她对角色的木已经不存在。当布阴楼撒娇的时候，语气的转换很流畅，在表现这个人物的机智和淡然时，脸上的微表情也是戏。虽然浮屠缘刚开播就遭遇差评一片，那也只是基于剧情中存在的一些细节设计问题，几位主演的演技还是过关的。而且这部剧仅播了短短4集，以偏概全直接定义这是一部烂剧自然太片面，或许后续的剧情输出更有张力。你认为这部剧怎么样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